随处可见的麻雀，为什么却很少见到麻雀的尸体？它们死后去哪了？你见过死去的麻雀吗？全世界一共有16亿只麻雀，在我国北方的街头，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麻雀排站。麻雀从幼崽到成鸟的生长期都暴露在人的视线里，但是却唯独不见它们的尸体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麻雀会给自己刨坟墓？麻雀算是生活中最常见的鸟了，平时走在街上随处可见的麻雀，却纷纷在死后神秘失踪了。这其实不是什么离奇事件，只是因为麻雀的天敌太多了。虽然在人多的城市里很少出现爱吃麻雀的大型猛兽，但却有不少流浪猫、流浪狗把麻雀当晚餐。一些家养的猫狗也会按捺不住天性，叼指麻雀去吃。就在今年8月，济南曝光了一伙江苏人流窜到济南偷猎猫的事情。这伙人一共抓来147只小猫咪，他们用麻雀当诱饵，把麻雀放在准备好的捉猫笼里，只要把笼子放在小区，就会有猫被麻雀吸引过去。靠着这种手段，足足抓了11笼猫。所以别小看麻雀的魅力，它们的尸体能吸引到不少动物。只是没被叼走的麻雀尸体又去了哪里？麻雀的尸体少见，还因为麻雀的体型太小了，容易被人忽略，再加上它的毛发颜色和树干、泥土等环境颜色相近，如果不仔细看，可能就不会被发现。而且麻雀在临死之前会提前回到自己的巢穴里，不再频繁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中，或者找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静静等待死亡。其实麻雀和其他动物一样，在临死前希望找一个安全的角落，避免被天敌吃掉，想给自己留一个全尸。所以人们很少能见到它们的尸体，能够被我们看到的大多都死于意外，还来不及找个偏僻的地方就没了。这种意外的概率也不是常有的，自然也就少见了。大家看不到麻雀的尸体，还有人为的原因。每天凌晨4点，环卫工人就开始打扫卫生了，他们会把路上的动物尸体清理掉。而且麻雀喜欢站的树枝、电线杆等地方一般都有绿化带，掉在绿化带里的麻雀尸体会被环卫工人打扫干净。打扫干净之后，我们自然也就看不到死去的麻雀了。再一个就是麻雀的寿命其实不短，如果它能自然老去，甚至可以活个10年左右。有记录的活得最久的麻雀，足足活了11年。但大部分麻雀往往难以正常的老去，所以它们的平均寿命才有3到5年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寿命短的麻雀我们难以见到尸体，寿命长的麻雀我们更难见到尸体了。由于难以见到麻雀的尸体，还有种说法认为麻雀会给自己刨坟墓。这种说法科学吗？难道麻雀真的会给自己刨坟墓吗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，麻雀经常在土地上刨个坑，然后自己钻进去。难道刨坑是在给自己准备后事吗？只是站在坑里的麻雀大多身强体壮，怎么看都不像马上要挂的样子。其实麻雀钻进土坑里是在洗沙浴，就是利用沙土给自己洗澡，这是一种驱除体外寄生虫的方式，根本不是在给自己刨坟墓。虽说麻雀的数量众多，人们偶尔看到1、2只尸体还觉得稀奇，但在过去它可是有一段横尸遍野的经历。这是因为在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，麻雀天天偷吃农民辛苦种好的庄稼，被大家看作是4害之一。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，自然不能容忍麻雀和人抢饭吃，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灭麻雀的行动。在上海开展过2次大规模的消灭麻雀活动，将近有580万上海市民参加，一共消灭了62万多只麻雀。但把麻雀消灭了，却反而害了庄稼地，少了麻雀，大量虫子袭击庄稼，造成了比麻雀偷吃还严重的影响。所以当时的科学家站出来为麻雀平反，最终在1960年，麻雀才从4害中被除名，后来也成了我国的国家保护动物，禁止人们的随意捕杀。一直到现在，大家也不能随意的捕杀麻雀。实际上不只是麻雀，我们在生活中很少能见到动物的尸体，它们在去世之后大多都有天敌来收。看似不起眼的小麻雀，却也是生物链中重要的一环。麻雀坎坷的经历也告诉我们，对任何物种都不能赶尽杀绝，不然最终遭殃的还是我们自己。大家是怎么看待麻雀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